瓜六是谁？一格殿娘娘又是谁？皇上为什么叫大胖菊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东阿胶麝香传。哦不，《甄嬛传》里的人物外号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首先咱们先看安琪拉小分队的成员，第一位评论区里讨论度最高的瓜六，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么会有一个别致的外号呢？因为瓜六全名为瓜尔佳氏文渊，而瓜尔佳氏的谐音为瓜二加四，这2加4不就是等于6吗？所以大伙儿便直接称呼瓜尔佳氏文渊为瓜六。第二位，全剧最多外号的安陵容。别看安陵容出身不高，她可是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，并且她还凭借着这些才艺，从一个小小的答应一路高升，坐上了妃位。而她的外号也因她的位分产生了变化。由于一开始伺候安陵容的下人是宝娟、宝雀，这俩人的名字都带鸟，所以安陵容还是答应的时候，她的外号就从鸟字辈成为了安小鸟。后来嬛嬛将安陵容引荐给皇上，安陵容自带混响音效，高歌一夜之后，成功的得到了皇上的一个好评。后来安陵容靠着独特的嗓音，私底下参加了皇后的皇家歌手培训班。在一场家宴中，安陵容以纯元同款歌后再次拿下皇上。皇上一高兴，把安陵容的位分晋为贵人，而安陵容的外号也从安小鸟成了贵人鸟。最后安陵容用皇后的妙方强行怀孕，皇上将安陵容封为了离妃。封号一下，苏培盛立马派人给安陵容送去50只黄鹂鸟前去膈应她。因此安陵容的外号从贵人鸟变为鸟妃。除此之外，由于安陵容擅长制作各种香料，能从香灰中闻出有哪些配料，以及安陵容曾在冰上作舞谋得恩宠，所以她还被称为化学课代表、冰析艺术家。第三位，安琪拉小分队的队长皇后。因为皇后常常用避子汤、麝香等谋害皇嗣，所以皇后被称为打胎队长。这也导致皇后每次动手时，弹幕总会飘过一片“您有新的剁了吗订单，请及时接收”。当然了，皇后也不是每次都能顺利接单的。比如嬛嬛在甘露寺怀上双生子的时候，剁了吗订单就已经超出了皇后的配送范围。后来因为饰演皇后的蔡少芬曾在一档节目中将宜修念成了宜搜，本宫是乌拉拉来自宜搜。于是皇后除了打胎队长这个外号之外，又有了宜搜这个新外号。说完安琪拉小分队成员的外号，接下来咱们看钮祜禄战队的成员又有哪些外号呢？第一位，钮祜禄甄嬛。由于嬛嬛曾为端妃谋到了温宜公主的抚养权，又为了拉拢静妃，把胧月继续交给静妃抚养，所以嬛嬛被称为送子娘娘。后来嬛嬛利用腹中的胎儿碰瓷皇后的时候，因为胧月一句皇额娘她推了熹娘娘，衍生出皇额娘她推了熹娘娘，以及皇额娘她吸了推娘娘这2个梗，于是嬛嬛又叫推娘娘又是熹娘娘。第二位，局势不对立马避世的端妃。因为端妃自出场以来便是一副病殃殃的样子，连说话都让贴身宫女代替的模样，总是让人担心她下一秒就要被自己给合嗝屁了。端妃此举就像手机里的最后一格电在硬撑着，所以大伙儿戏称端妃为一格电娘娘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端妃得到了温宜这个充电宝之后，竟然凭着一格电活到了最后。第三个，摸砖摸到哭泣的静妃。后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，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，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。熹贵妃，你看过紫禁城凌晨2点的月亮吗？每次我数砖的时候，都是她照亮着我。正是因为静妃的名场面，导致大伙儿戏称静妃为砖妃。除此之外，又因为静妃告发苏培盛和槿汐对食，3阿哥狂追英贵人，以及孙答应和那个狂徒不知天地为何物，于是静妃又有了风纪组组长这个新外号。最后咱们再来看华妃战队的成员有哪些外号。由于华妃和曹贵人外号不多，所以华妃战队咱就跳过头部成员，直接唠他们战队中最有戏的3位。第一位，让皇上一夜3宠的丽嫔。他呀，一心想攀高枝，朝三暮四。都说太监是没根儿的东西，一点心气儿都没有。重点词儿，没根的东西。也正是因为丽嫔经常说太监都是没根的东西，导致丽嫔被称为根嫔。加上丽嫔常年头上戴着朵大菊花，所以她又被称为大丽菊。
第2位会唱曲儿的于莺儿。于莺儿只知自己唱的一首好曲儿，得到了恩宠，得到了妙音娘子的封号，却不知也正是因为这个封号，加上于莺儿老爱把我爹说挂在嘴边，导致大伙儿戏称她为妙蛙种子。后来又因为于莺儿的造型很像一只兔子，于是大伙儿就称她为麻辣兔头。第3位充满奴性的宋芝，因为宋芝的声音尖尖细细的，加上她的造型又很像米老鼠，所以当宋芝被皇上宠幸封为芝答应之后，大伙儿都称宋芝为芝答应，并且还赐了最符合她身份的米奇妙妙屋。以上便是《甄嬛传》3大阵营成员的大致外号。然而除了他们之外，剧中每个人都有别致的外号，比如咱们开头提到的皇上为什么叫大胖菊，那是因为皇上时常穿着橘色的衣服，又爱老穿着手手，胖胖的很可爱，所以皇上就被称为大胖菊。又比如苏培盛陪在皇上的身边比嫔妃都长，因此苏培盛又被称为苏妃。总之这部剧每个人都有一个甚至多个外号，什么拽妃、四季妹、吉尔哈，又或者是长街一姐。这些外号除了能反映每个人的性子之外，还显得十分有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大伙儿还知道哪些有趣的外号？欢迎评论留言。